在野这2天看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消息，简直是要把中国老百姓往死里整啊！大家听说过续保贷吗？这玩意儿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大发明，说白了就是要把老百姓最后一滴血都给榨干。这个续保贷是啥呢？就是让你没钱交社保也得给我乖乖交，银行给你贷款，你用贷来的钱交社保，等你退休了再从那点可怜巴巴的养老金里扣钱还贷款。这不是赤裸裸的吸血是啥？这不是把老百姓当成提款机是啥？那帮当权者真是丧尽天良了。据说这事儿最先是在广西河池市搞起来的。河池市天鹅农村商业银行推出了这么个续保贷，说是专门针对那些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和城乡生活困难居民，最高能贷8万，年化利率3%，最长能贷10年。等你开始领养老金了，每月就得拿出65%到80%的养老金来还贷款。你说这不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吗？再也查了一下，这事儿还真不是河池市独创，安徽、江西、江苏等地早就玩上了，只不过叫助保贷款。吉林白城市更是早在2017年就开始搞这一套了。这帮人可真有想象力啊，连老百姓的养老钱都不放过，真是坏到骨子里去了。有个在浙江绍兴做金融贷款的业内人士看到这消息都傻眼了。他说真没想到他看错了，有些高层把压榨底层劳动人民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贷款来交社保，然后拿到养老金之后来还贷款，还要加上利息。所以他们续保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就是啊，你说这帮人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明明是穷得叮当响的老百姓，连社保都交不起了，你不想着怎么帮人家减负，反而琢磨着怎么让人家借钱交社保，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？这分明是在榨干老百姓最后一滴血啊！有媒体人算了笔账，说按这么个法子，大多数人每月到手的养老金也就剩下100到300块钱。我的天哪，你让老人家怎么活？这哪是养老？在物价飞涨的今天，100块钱能干啥？买几斤猪肉都不够。网上一片哀嚎啊！有人说这是薅尽群众的最后一根羊毛，有人说这是敲骨吸髓，还有人说房子掏空3代人的财产还不够，现在都干起挖根榨油的勾当了。这话说的那叫一个痛心疾首啊！这事啊，说白了就是中国经济已经烂到骨子里去了，社保基金缺口大得吓人，老百姓又交不起钱，当官的就想出这么个损招。你想啊，要是经济好好的，谁用得着借钱交社保啊？这不是把老百姓往绝路上逼吗？从广西来的一位知情人士说得好，在广西这种贫困地区，像河池它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革命老区、少数民族地区，又是边境，所以叫老少边穷。实际上经济各方面都比较差，而且它是山区，本来经济好的时候都不怎么样，现在经济陷入困顿，那肯定先遭殃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地区。这位知情人士还透露说，就连广西省会南宁的公务员都被要求向银行贷款，以个人名义贷款给政府用。你说这经济的烂成啥样啊？连公务员都要去借钱给政府，这是要把整个国家都给吸干啊！更让人气愤的是，上头还在搞什么延迟退休。本来老百姓就活得够呛了，你还让人家多干几年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这不是变相的奴役吗？你说这帮人良心都让狗吃了吗？一位太原网友说得好，延迟退休完全就是为了割普通民众的韭菜，国库的钱霍光了，有钱人纳税人的钱收不上了，就开始对普通人和穷人下手了。这话说的那叫一个一针见血啊！另一位山西网友也说，退休延迟对于公务员来说很好，对普通人来说不好。促进就业不应该是提前退休吗？空出岗位给年轻人，拉动就业。
延迟之后，人们压力更大，谁还愿意结婚生子？因为社保需要多交很多年。你看看这话说的多有道理啊！可惜啊，那些掌权的人根本就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，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。他们这是要把整个国家都给毁了呀！一位出租车司机更是直言不讳，延迟退休就是拼命的抢劫我们这些草根，不要脸的抢劫违约。我是个人灵活就业者，所以我就不自己交社保了。事业单位和政府单位基本上他们都不用自己交，公司这些私有企业他们也都停交了。你听听这话说得多心酸啊！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，还得被当成唐僧肉一样被吸干，而那些有权有势的那些有钱人却可以逍遥法外，这不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是什么？一位山东网友说的更悲观，现在民营企业家被关起来，平民摆摊城管还要去抓，拿着权力的幌子去干不正义的事，经济状况没有得到发展甚至改善。延迟退休、多投保险是典型的画大饼，安抚民众的心，最后就是放着放着就压着不管了。所谓的民主就是这么缺失的。有网友更是直接揭露了上头的虚伪，支援非洲几百万亿，支几十个国家免费医疗、免费上学，而为此掏钱的纳税人却要靠贷款买房、借钱看病、贷款缴社保，人类社会百古莫有。你说说，这不是讽刺吗？自己家里老百姓都快吃不上饭了，还在那儿满世界撒钱充大款，这是要把老百姓的血汗钱都给撒出去啊！有个网友说得好，拆我的骨头熬汤给我喝，这话说得太形象了，上头就是在拿老百姓的命去填他们的窟窿啊！他们这是要把老百姓的骨头都给啃光啊！更可笑的是，有些人还在为交了养老保险而沾沾自喜呢。我的天哪，中国人是不是还没看清楚形势啊？这哪是在给你养老啊，这是在给你挖坑呢！中国人这是在为自己编织一张大网啊！有个网友算了笔账，说广西现在卡在15年最低缴费年限，办理退休的灵活就业人员只能领到不到1600块的养老金。就这点钱，你还得拿出大头去还贷款，剩下的连日常开销都不够。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？这不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吗？有人说这是个伟大的创举，是件大好事。我呸，这分明是在剥削穷人啊！你让人家贷款交社保，然后退休后再从那点可怜的养老金里扣钱还贷款，这不是把人家往死里整吗？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？更有甚者，有人担心，要是还没还完，贷款就挂了，是不是还得让家属继续还？大家知道吗？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敢结婚生子了。为啥？因为养不起啊！房价那么高，物价那么贵，工资那么低，还得被各种名目的税费剥削。现在好了，连养老都成了奢望。你说这样的社会还有未来吗？有网友说，他们不怕你没钱交，贷款都让你交。究竟现在社保资金的缺口有多大？估计过不了多久，补缴的口子也会开启。这话说得太对了，这是要把老百姓的血都给榨干啊！还有网友说，没有你想不到，只有你真想不到。这话说的那叫一个辛辣呀！为了榨干老百姓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说实在的，看到这些消息，真是让人气不打一处来。这哪是在治国理政啊？这分明是在榨干老百姓最后一滴血啊！真是丧尽天良了。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为人民服务，实际上呢，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服务罢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这么多吧。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咱们下期再见。